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与王凯演技碰撞的星光，为何让全网喊在一起？向风而航面试戏里，王凯冷着脸对谭松韵说：“从观察员重头做起。”他不服气地挑眉：“顾部长，我的降落操作有问题吗？”两人眼神交锋的10秒，导演连呼吸都忘了，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初遇，最终成了整部剧的 CP 高光名场面。1. 百搭女神遇上书圈顶流9岁年龄差的反套路火花。当谭松韵顶着娃娃脸演火女飞行员时，王凯早已凭《琅琊榜》的靖王封神。一个33岁穿制服气场全开，一个42岁演高中生毫无违和，这对相差9岁的组合，偏偏在《向风而航》里炸出惊天默契。剧中，他是严谨到刻板的飞行部长顾南亭，他是赶在暴风雨中逆向降落的刺头程潇。观众调侃这对组合像教导主任和学霸早恋，可王凯的冷峻遇上谭松韵的炽热，硬是把职场剧演出了热血漫效果。最绝的是冰桶挑战戏，程潇输掉飞行比赛被罚浇冰水，谭松韵咬牙颤抖却笑得张扬。监视器后的王凯突然喊停，众人以为要重拍，他却拎着毛巾冲过去，后来花絮曝光才知道，那桶水里混了真冰块。2. 演技修罗场，一条无声哭戏让导演舍不得剪。拍《向风而航》生死迫降戏时，谭松韵有个即兴设计，程潇发现顾南亭手部旧伤，眼泪在眼眶转了3圈才砸在他手背。王凯的回应更绝，喉结滚动着咽回安慰，转身时手指却全进掌心。这段完全脱离剧本的表演，被观众慢放解读上热搜，他们连睫毛颤动都在对话。而戏外反差更让人跌破眼镜，片场火锅局上，王凯刚吐槽谭松韵掉的蘸料像生化武器，转头就被他抢走涮好的毛肚。道具师爆料，程潇工牌挂反那场戏，其实是谭松韵恶作剧粘反的，王凯憋笑到耳根通红。3. 内娱清流，不炒 CP 照样封神的底气。当甜宠剧靠工业糖精圈钱时，这两人偏要玩真的。向风而航开拍前，谭松韵泡在机场观察女机长仪态，王凯把民航手册翻出毛边。紧急迫降戏中，谭松韵推操纵杆的力度精准到毫米，王凯报指令的语速被真机长认证比塔台录音还标准。更狠的是宣传期名场面，主持人搬来心跳测谎仪拱火，合作7次没心动过。王凯秒切话题，建议关注航空安全知识。谭松韵立刻接梗：“我背了整本飞行条例。”制作人感叹：“他们让观众相信势均力敌的爱情比人工糖精带感10000倍。”4. 百搭体质的终极密码，互相托底，绝不抢戏。谭松韵收割过从刘昊然到徐凯的顶流，但和王凯搭档最戳观众痛点。锦衣之下的甜是梦幻童话，向风而航的甜却是扎进现实的刚定。当程潇被质疑女机长不行，顾南亭默默调出全球顶尖女机长数据，他冲动对乘客，他边写检讨边递温水，吵赢了，奖励润喉糖。有场重头戏，导演要求谭松韵哭到崩溃，他担心过火，王凯低声提议，咬住嘴唇，让泪悬30秒再掉。成片镜头扫过他攥到发白的手指，弹幕瞬间炸锅，这比拥抱虐心10倍。5. 全网催婚背后是演技的惺惺相惜。B 站100万播放的混剪视频里，弹幕疯狂刷屏，民政局给你们搬来。可现实是，王凯探班只带颈椎按摩仪，他看剧本快弯成虾米了。谭松韵回赠搞怪护颈枕，毕竟老人家腰要紧。某次采访被问可能在一起吗？王凯挑眉，他连我游戏装备都偷。谭松韵无脸反击，下次送你5杀截图当赔罪。
或许正如剧粉所言，他们像星辰与暖阳，不必交汇也能共绘人间星光。6. 争议漩涡，娃娃脸真是演技天花板。向风而航热播时，质疑声也没停过。谭松韵演女机长向小孩偷穿制服，尤其当她叉腰自称姐，谭木飘过一片哈哈哈。可转折点在醉酒戏，程潇顶鸡窝头标重庆话，摇摇晃晃指着王凯骂顾冰山，突然蹲的大哭，我比男人拼命10倍，凭啥不信我？这段戏让豆瓣小组吵翻，前面说他装大人，现在哭得像孩子反被戳心。王凯在采访中回应，程潇的幼稚恰是武器，他用纯粹撞破职场偏见。2. 43岁王凯近况，每年只演一部剧，不恋爱不结婚，封闭社交怎样了？从去年拍完《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》后，王凯好像一直没再进剧组拍新戏。他的个人微博上之前的动态全都刷不见了，就剩下5月31日那天发的端午节和6·1祝福。这个人啊，早就消失在大众视野中一大阵子了。相关媒体爆料，王凯最近一次拍剧还是2年前的事，去年上线的那部是《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》。今年王凯休整了许久，总算又带着一部新剧《淬火年代》回归，1月17日这天正式上线。不过在这戏里，王凯并没有担纲主角，他只是来客串帮个忙。《淬火年代》这电视剧还是那种年代商战题材，说起来和王凯前头演的《大江大河》系列有点一脉相承的味道，让人挺意外。《淬火年代》里王凯还是扮演宋运辉这一角色。王凯今年就参演了这部剧，别的戏都没接。眼下王凯拍戏确实不算快，基本上1年就一部剧，其他时间都不晓得他忙些啥。今年3月份，王凯又多了个头衔，他成了湖北省文艺志愿者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副会长。在面对媒体提问时，记者聊起了他目前的生活状态，顺带问了下最近为啥拍戏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。王凯提到，最近这2年他更看重工作和日常之间怎么调和，有空就琢磨下演戏和过日子的价值。今年高考前，王凯难得露脸，特意拍了段视频，给家乡湖北的高3学生打气。这2年他很少出现在大众视线里，这回穿着黑色 T 恤，头发打理得很利落，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精神。评论里有人好奇，王凯最近在忙些啥？底下马上有人答，听说他以前生了个病，最近在养身体。大家都想知道他最近咋样，这么有实力的演员，怎么就不多接点戏呢？王凯今年都42岁了，还单身，也没娃。如果他要是不忙着拍戏，你们说他一个人在家能整些啥？哈，有人还真说中了，王凯多半真就是在歇着呢，得先把身体养好，这样才能接着干活。比如去年王凯亮相央视春晚，彩排后刚走出后台时，被网友认出来，还录下他身体不太舒服的样子，一路走一路咳嗽，看起来有些疲惫，脸色也是没什么精神头。人要是没个好身子骨，挣的钱再多，日子也没啥滋味。王凯这几年都泡在剧组里，接连拍了《山海情》《大江大河2》《光荣的制造》这些剧，还得忙着参与各种大型文艺晚会、录综艺节目这些活儿，事情是一桩接一桩。有网友调侃说，王凯主演的《大江大河》简直成了他的养老保险。他演的宋运辉这角色真是让人印象深刻，活脱脱一个本色出演。正像他说的那样，太满容易吃亏，再加上的顾着身体健康，干脆就把演艺这块放一放，慢慢静下来歇歇脚。王凯其实也是那种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，从啥都没有的小青年，一路在娱乐圈打拼出属于自己的位置。北平无战事、琅琊榜这2部剧让他被更多人瞧见，事业一下子就起飞了。那阵子，王凯1年拍3、4部戏，
渐渐成了观众眼里既亲切又讨喜的男演员。他本人的形象能打造成的路数实在太多了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当初他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念书的时候，班里的同学一个个都有自己鲜明的性格和外貌特色。那会儿王凯跟现在没啥两样，一看就是一副挺板正、挺严肃的模样。后来班主任在班上打趣，说王凯以后要是搞演艺，肯定就是演厂长或者当警察那种正气凛然的角色。果不其然，2018年那会儿他出演《大江大河》，宋运辉这人设简直就像专门给他准备的一样贴合。王凯靠着宋运辉这个角色，先后拿到了白玉兰最佳男主角和金鹰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。正赶上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他不仅失去了父亲，自己身体上也出了点状况。父亲说没就没了，这一下子给他和母亲都整懵了。那会儿王凯直接把自己闷在屋里，不跟人说话，等自家身子骨开始出毛病，去医院一查，结果发现竟然查出来肺结节。那一刻他一下子明白了，啥都不如自己的身体争气，再说家里老娘还等着他照应呢。娱乐圈里头啥人都有，勾心斗角那是常有的事儿。王凯倒好，像是里面冒出来的一捧清泉，硬是没被明啊丽啊这些诱人的玩意儿给带跑偏。年轻那会，王凯偶尔还爱在朋友圈晒点东西，可后来慢慢啥也不发了，连以前的内容都给清空了。他那帮朋友起初都以为王凯把大家都删掉了，等过后才晓得，其实人家只是把朋友圈内容全都删光了，没发朋友圈，也没去外面谈对象。王凯的日子未免有点太单调哈。正当大家都觉得胡歌依旧单身呢，结果他突然冒出来说自己已经当爹了。结果到了40岁的王凯，网上总有传言说他早就结婚藏着不说，实际上人家真是单着的。也许是缘分没到，这些年一直没碰上那个合适的姑娘，结婚成家这事儿就一直搁着。关于婚姻，王凯没太多执念，更愿意随遇而安。要是真遇上了，那就顺势而为；要是一直没碰上，他也看得开。干演员这行，要是成了家，网络上一准会有人把对象的底细都翻出来，就跟胡歌那会儿似的，结婚说来就来，孩子也是突然冒出来的感觉。原本只想官宣自己当了爸爸，并没有打算把孩子的妈妈曝光。网友们果然厉害，还是把胡歌女儿妈妈的身份找了出来，说是他的经纪人，平时也不是圈内人。王凯想的挺多，毕竟这份工作有他特别的地方，大家的互相体谅，一起分担财行。今年42岁的王凯还是没有成家，照样过着自己喜欢的日子。以后要是有哪个姑娘真让他动心了，他肯定会主动去争取，只要那人和他心意就行。现在王凯不光是个演员，还身兼好几个职位。今年他参演的《淬火年代》眼看就要上线了，剧里的角色依旧是观众熟悉的宋运辉，真盼着以后还能看到他带来更多好戏呀。